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即使您在家里待着也感觉不舒服，工作也进行得不顺利，生活和事业似乎都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可能是由您周围的杂物所造成的。换句话说，这些杂物已经成为了您生活中的障碍物，同时也是您工作上的根源。丢弃这些杂物，让您的生活发生您期望的改变吧。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布鲁克·帕默尔先生的《对于心中纷乱无法舍弃的您》，这是一本非常启发人的书籍。通过观看本视频，您可以了解到其中的一些精华内容。今天将重点解说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几点内容，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吧。以下是本次内容的大纲：第一部分，清理杂物将会改变您的人生；第二部分，杂物如何影响您的幸福感；第三部分，只有您能够扔掉妨碍美好未来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将从第一部分清理杂物将会改变您的人生开始，探讨一旦您开始清理，您的生活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现在想必大家都曾经读过关于极简主义或整理技巧的书籍，然后决心要过起断舍离的简单生活，减少物品，开始全新的生活。相信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那么现在，请客观地观察一下您周围的环境。当您做出决定时，心中想象的情景是否成功地实现了呢？如果没有，那么这一次，让我们真正实现它。通过这个视频，让我们一起来实现吧。积攒物品并不能带来幸福，相反，被物品包围会让您不断被过去所困扰，无法迎接新的自己。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网络世界，到处都充斥着广告，他们会用让您更幸福之类的口号来诱使大众购买，指出您日常生活中所缺少的东西，而您也被这些宣传所左右。结果是您不断地积攒物品，新的房间也被填满了无用的杂物，无法为您的生活提供帮助。虽然大家都希望整理物品，但仅仅拥有物品并不能减轻疲惫感。那么，为什么整理是有意义的呢？首先，让我们了解整理可以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未来。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培养辨别物品的需要与不需要的能力，从而在生活中真正了解什么是重要的。即使到目前为止，您可能多次只是想了想而没有采取行动的人，但这一次，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您就会发现自己充满了动力，可以不断地前进。与此同时，许多被埋没的潜能也会被唤醒，您的人生也会发生改变。经历了这一切，您会选择不再积攒物品，而是持续进行精选。那么，垃圾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您房间里堆积的许多物品，比如不再穿的衣服、不再使用的办公用品、放在文件夹里不再需要的文件、已经更换但没有扔掉的旧电子产品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您生活中不必要的垃圾。请认真思考一下，这些物品真的让你感到幸福吗？它们是否只是充斥着被遗忘的回忆？我们常常试图通过拥有更多的物品来使生活更加有意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拥有多少物品，都无法真正带来幸福。如果您最初购买的物品现在已经闲置不用，那它们就成了垃圾。即使您觉得扔掉可惜，但如果你想要改善当前的心境和生活，就应该整理物品。如果您正在观看这个视频，我相信您一定渴望做出改变。毫无疑问，固守现状只是逃避变化的表现。对于许多人来说，无法舍弃物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试图用拥有物品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感。如果您无法放下这些附着物，那么未来的改变就无法实现。不要逃避变化，让我们相信并采取行动。通过清理杂物，您可以重新发现真正的自我，摆脱障碍，过上幸福的生活，甚至可以改善缺乏动力和焦虑的不幸心态，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对未来的希望。您可以实现变革和进步。通过处理垃圾，您将只保留真正需要的东西，过上积极主动的生活，并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快乐。您将不再试图通过获取物品来填补心灵的空虚。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会有以下的想法：
通过清理物品，可以获得更宽敞舒适的空间，心情、生活以及人生都会变得更美好。尽管他们大概知道这一点，但仍然无法下定决心扔掉物品，所以感到困扰。接下来，让我们分享一些有助于处理不需要的物品，并养成不再积攒的习惯。其中一种方法是养成自问的习惯。据作者介绍，他专门帮助那些无法扔掉物品的人处理杂物。他会直接问：这个东西真的需要吗？如果不需要就扔掉吧。你喜欢吗？不喜欢就扔掉吧。您正在使用吗？如果不使用就扔掉吧。如果你也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清理除了长时间藏在柜子和橱柜里的东西，你会如何回答呢？作者表示，他的客户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回应。许多人认为拥有物品就是有价值的，因此害怕扔掉不需要的物品。然而事实上，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每个人都有扔掉物品的能力，只是长期以来没有使用这种能力，所以在实践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才会感到害怕和焦虑。根据作者介绍，他曾收到一位女性客户的反馈，在听完作者的演讲后，他意识到放下不再需要的物品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孙子听后表示，要整理玩具箱，并将不再需要的玩具分给没有玩具的朋友。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即使是年幼的孩子也可以处理杂物。因此，只要你有决心，你也一定能够做到。很多人之所以无法下定决心，可能是因为他们简单的不知道如何处理杂物。首先，他们会对拥有物品的强烈愿望造成阻碍，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扔掉杂物。此外，他们可能拥有太多的物品，无法分辨哪些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是自己真正珍视的。您可能并没有对自己拥有的每一样东西进行价值评估，也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这些东西对您来说是必要的。您是否真的因为拥有这些东西而感到幸福？这些东西在您的生活中有多少价值？我相信，迄今为止，您很少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培养这种审视的眼光，问问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根据作者的说法，每次他去客户家里，都会发现有75%的物品已经不再被他们使用，而是成了堆积的杂物。这些不再使用且不需要的东西会扰乱您的心灵和生活，它们只是多余的东西。首先，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断地自问这些东西是否真的需要。即使你已经能够判断某样东西对你是否必要，但仍然可能会有困难去处理它们。这是因为你可能害怕失去与过去的联系。举例来说，也许你有一些平时不用的东西，但却是你花费时间制作或者是费尽心思得到的。如果您对此表示认同，那么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固守过去就像沉入海底一样，它会拖垮您自己。或许您之所以执着于过去，是因为您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但是您必须意识到，您可能正在沉沦其中。过去毕竟是过去，它对您的新生活没有任何帮助。现在让我分享一些作者的例子。作者曾经在整理杂物时有过一段经历，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件刺绣作品。作者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东西，应该保存下来。尽管作者从未打开过那个盒子，也意识到它其实只是杂物，但他很舍不得扔掉。结果在搬家后，这件刺绣依然保存在盒子里。刺绣讲述着失恋的悲伤，一眼望去，就能勾起过去的伤痛。作者反复地问自己，他是否想要继续沉浸在这种痛苦中？最终，他决定拆开刺绣，放下对过去的执念。这个经历让作者感到一种释然和爽快，他解脱了对刺绣的强烈执念，并感受到了释怀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刺绣未能给他带来内心的安宁。这种情感可能会让许多人在放下执念后感到不安。在整理杂物时，也可能会有同样的经历。更有趣的是，据说作者在丢弃刺绣后的1个小时内，电视台联系他，希望进行一个关于作者整理杂物工作的专题报道。这种巧合的时机让作者感到，与放下旧刺绣
和固定观念有关。通过摆脱过去的执念和固定观念，作者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了新的空间，就像是为新事物打开了空间一样。换句话说，杂物的堆积阻碍了新事物进入您的生活。考虑到这一点，整理杂物就像修剪花园里的杂草一样，清除杂草，让心灵和生活变得清爽舒适。让我们割掉不必要的多余之物，营造出美丽舒适的环境，重新找回真正的自我，随时准备迎接新的事物。接下来第二部分需要反思那些阻碍您幸福的物品，并解释它们如何影响您的幸福。听到这些话，也许你会感到曾经陷入杂物囤积的陷阱而感到羞愧，但其实并没有必要。过去您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即使有意识到，也无法扔掉物品，因为有一些理由在阻碍着您。从您意识到困扰您的原因开始，就意味着从今天起可以做出改变。囤积物品并不全然是您的责任。您一直以来接触到大量的媒体，比如电视、互联网、报纸、杂志，甚至是交通工具和街头的广告牌、海报、屏幕等等。每年都有巨额的广告费用用来影响我们，让我们相信，如果不购买物品，就无法获得幸福。没有购买物品就意味着自己没有价值。广告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利用人类心理上的弱点，让我们相信通过获取物品可以获得精神上的稳定。于是我们追求物品，一时的满足过后，又会追求新的快乐，不断循环。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认为购买物品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习以为常地过着不受限制的消费生活，不再怀疑这种行为是否合适。然而，无论您拥有多少物品，精神上的稳定并不会持久。物品无法让您一直感到幸福。也许在听到这些话之前，您曾经产生过反感，觉得这不可能。但这是因为您一直以来通过广告被灌输了这种观念。广告是洗脑的最佳手段之一。如果您是在美国或日本等国家长大，那么您从小就会接触到广告。从孩提时代起，您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拥有物品就会带来幸福。这种观念已经深深地刻在您的信念体系中。信念体系是您对世界的无意识心理看法，而您可能从未意识到洗脑的存在，也从未对这种看法产生质疑，只是一味地期待物品能够给您带来幸福。实际上，物品并没有这种作用或能力，相反，它们可能会让你感到失望、不幸，甚至导致精神上的不稳定。如果不正视这种不幸的根本原因，这种负面循环将无法终止。渴望填补内心空虚的欲望只会变得更加强烈。许多人一直认为摆脱不幸的解决方案就是购买物品，他们始终坚信这一点。然而，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不要对物品过于执着。那么，如何才能不对物品产生过度的执着呢？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忽视广告所宣传的东西，并且认识到物品正在妨碍您的幸福。您需要意识到，由于物品的存在，您可能已经看不清生活中真正需要的东西，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您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可能已经失去了清晰的认知。这种情况几乎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您自己。您的选择并不是基于是否真正需要这些物品，而是基于是否能够提升自己的形象，得到他人的认可。但这并不是因为您渴望他人的认可，然后通过这种认可来接受自己。也许您认为，通过打造品牌形象或追随潮流，最终可以接受自己，但实际上您只是在过着虚假的生活。坦白地说，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而活着，即使试图通过获取物品来获得他人的认可，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尽管可能会暂时被接受，但这样的人会感到不安，担心自己何时会被遗忘，结果只会陷入囤积杂物的循环。为了摆脱这种幻想并获得自由，大多数人首先需要意识到，他们是在为了获得周围人的认可而不断努力。人们渴望被接受和认可，但却不关心他人的感受。换句话说，那些希望被别人认可的人，实际上也在寻求认可。
即使获得了他人或社会的认可，他们也无法感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自己。许多人无法接受自己的真实面貌，试图通过拥有车辆、装饰品等物品来融入社会。此外，广告的催眠效应也会使人们越来越难以割舍所拥有的物品。如果您过着这种生活方式，您的生活将充满时间和失望。因此，简单的接受自己就足够了。当您接受真实的自己，并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接受的时候，您的心灵将恢复平静。物品并非必需品。再来看另一个无法丢弃物品的原因，可能是它们的价格昂贵。但仅仅因为价格昂贵，就认为物品有价值，并不总是正确的。人们倾向于认为物品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昂贵，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带来幸福。然而，即使价格再高，如果物品没有被使用，留着它反而会让人感到困扰。举个例子，作者曾经帮助一对夫妇整理车库，发现了许多闲置的运动用品。这对夫妇已经很久没有从事相关的运动了，但他们依然无法丢弃这些运动用品，理由是它们价格昂贵。于是，作者给出了建议：如果您花了大量金钱购买了一些无用的东西，那么扔掉它反而会感到清爽。否则，每次看到它，您都会后悔浪费了金钱。此外，当作者看到夫妇在车库里犹豫不决时，却在与爱犬散步时心情愉快时，他们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作者再次问道：您更希望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还是像和爱犬一起散步时那样愉悦的呢？夫妇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含义，决定处理掉运动用品，并将它们捐赠给慈善机构。据说当时夫妇俩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表情。第三部分让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摒弃那些妨碍我们迎接美好未来的事物，因为只有您自己才能做到。最后，让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些无法舍弃物品的人，即使他们已经不再被使用，但因为他们承载着重要的回忆。您可能曾经拥有一些物品，将它们视作珍贵的回忆，并对它们情有独钟。如果您放弃这些物品，可能会感到失去了当初获得它们时的幸福感，以及获得它们之前的努力。您为什么会固守这些物品并保存回忆呢？因为您担心失去获得物品时的喜悦和幸福感，而希望通过看到这些物品来唤起回忆。但实际上，您心底里明白，这些物品已经无法再带给您快乐。无论过去有多美好，它已经成为了过去。如果您一直执着于过去，就无法专注于现在，可能会错过未来的幸福机会。如果你想要未来的生活更美好，那么这些物品可能只是无用之物。如果您一直沉浸在回忆中，您会感受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让您感到苦恼。如果您只是为了保留那些无用的物品而固守回忆，也许应该考虑将它们清理出去。这样做，您将能够更好地享受现在的生活。现在，让我们再次通过作者的客户故事来想象一下，如果您处理掉这些回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作者收到了一对夫妇的咨询，他们在卧室的墙上挂满了各种照片，包括10几岁孩子小时候的照片、已故亲人的照片，甚至是未曾谋面的朋友的照片。但是夫妇俩的合影却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墙上只有过去的痕迹，却没有现在的影像。夫妇俩通过围绕着过去的照片来掩盖和美化当前的感情。显然，他们被过去所困扰。回忆过去并沉浸其中本身并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度。如果您沉迷于回忆而逃避现实，就无法体会现在生活的乐趣。如果回忆过去的感情能够改善生活，那将是太好了。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作者建议，如果他们想要在现实世界中过得更加充实，最好将过去的影像从卧室中清除。于是，他们拿下了墙上的所有照片。夫妇俩凝视着墙壁，但却没有想要重新贴上照片的愿望。据说，他们决定给原本空白的墙重新涂上油漆。大约过了1个星期，夫妇俩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作者说，他们以前的夫妻关系并不和睦，
但现在却有了显著的改善。他们过着更加亲密的生活。除此之外，他们还决定在其他生活方面进行改善，朝着追求简单生活的目标迈进。至于丈夫，他辞去了之前工作压力很大的公司职位，开始了自由职业的工作。这正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因此，当您停止依赖过去时，您就能在现实中找到快乐，并且能够幸福地生活在当下。要记住，与过去的欢乐回忆相比，现实中的快乐是切实可感的。不要忘记这一点。这同样适用于恋爱关系中的回忆，过去和您难以忘怀的爱人之间的礼物，还有那些与他共同创造的回忆，比如手写信或邮件、购买时穿过的衣服等等。特别是衣服，它们承载了各种各样的过去情感。即使您没有把回忆的照片贴满墙壁，如果您保留了许多不穿的衣服，您的储藏室也会像是充满了过去回忆的相册一样。这些物品也是为了掩盖您的感受而保留下来的，它们妨碍了您美好未来的到来。因此，您是唯一能够扔掉这些干扰物，也就是唤起过去回忆的东西的人。让我们一起做出改变吧，不依赖过去，活在当下，能让您的生活更加充实愉快。从今天起，逐渐清理那些无用之物。怎么样？这本书不仅提供了处理方法，还解释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处理不需要的物品，以及通过处理这些物品可以获得怎样的心理变化，非常有帮助。现在我还在努力减少物品，希望能过上更简单的生活，希望通过将本书作为指南，并且感受到良好的效果，所以我强烈推荐给大家。希望通过这些方法和思考，您能够找到更简单、更幸福的生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